你有没有发觉啊？就是当你千挑万选，做了无数功课给孩子选东西，突然有一天被爆出有问题，这种无力感真的比自己中招还难受啊！今年6月份，全国宝妈们就经历了这么一遭，现在大家都在等4部委的答案。到底这些被爆料的纸尿裤甲酰胺是不是超标？国内的市场还有没有100%安全的纸尿裤？其实啊，早在10年前，去日本背纸尿裤是1、2线城市中产家庭的标配。花王、大王、尤尼家靠日本的原料技术和品牌优势，把中国父母拿捏得死死的。但这10年间，国货品牌慢慢的从配角变成了主角。不过你也别觉得中国的纸尿裤就是不行啊，恰恰相反，这个行业上游核心技术，咱们其实已经非常的优秀了。你知道纸尿裤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是高吸水性树脂，简称 SAP。这玩意占原材料成本的30%到40%，直接决定了吸水性好不好。以前这个技术完全被外国垄断的，你包括日本的触媒、德国的巴斯夫，就那几家，价格都他们说了算。而今天 SAP 技术早就实现了国产平替，不仅供给国内，还出口海外。还有无纺布、岩浆股份的3D 打孔技术等等，这些先进的国产技术都已经是高端纸尿裤的标配了。说白了，在这个行业，咱们的上游核心材料技术真的不差。某宝平台上，2025年销量前10的品牌里，国货占了7个，前20国货占了15个。BB Bus 成功上市 ，Baby Care、B8 等品牌都已经在冲刺 IPO 的路上了。所以说，国产品牌好不容易开始逆袭了，一场甲酰胺风波属于让行业整体塌方了。毕竟品牌信任这东西建起来要花好几年，塌下去就那么一条新闻的事儿。那现在不是技术的原因，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其实非常清楚，出在中下游，出在品牌端和代工厂这一层。首先是消费升级的速度远远快于监管标准的升级速度。现在家长对母婴产品的安全要求有多高，简直是3、4层楼那么高了。但我们呢，纸尿裤的国标里连甲酰胺都没有列进去，也没有要求检测。所以说，媒体和企业吵来吵去，为什么没有意义呢？因为媒体是按什么标准检的，企业又是按什么标准自证清白的呢？用的检测方法都不一样，标准都没有，所以吵来吵去越来越像罗生门。你再想想，爬爬店的甲酰胺标准是什么时候补上去的呢？2018年出事之后才补上去的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很荒诞的局面：消费者用最严的标准要求产品，但监管者用最低的标准放行产品，中间巨大的落差全靠企业自觉和行业自律来填。但你觉得在价格战打得头破血流的行业里，自觉这2个字值多少钱？自律又有多么的脆弱？其次，品牌营销的高度远远高于供应链管理的深度。做纸尿裤其实挺烧钱的。纸尿裤第一股豪越护理，它的招股书里面写过，一条纸尿裤的生产线大概要3000万，投资回收的时间需要7年。对于品牌商来说，自己建厂的风险太高了，规模效应也不大明显，所以代工模式就成了国产黑马们的标配。比如这次站在风口浪尖的 Baby Care， 还有被称为中产养娃高定的 BB Bus， 很大程度都是靠代工快速起量来的。在极致价格战的市场环境下，很多网红国货品牌重营销、轻供应链，包装设计精致，短视频铺天盖地的种草，动辄打出高端轻奢、黑科技概念，营销投入毫不手软，却不愿意在原料、生产工艺、检测上增加成本。品牌方对代工厂的管控力度薄弱，原料采购、生产工序、废料管控全靠工厂自觉，品牌自己可能都无法把控每一批的货物都能安全，发展模式开始出现典型的头重脚轻的态势。再往深了说，这也是我们制造业的老问题了：中低端产能过剩，高端供给不足，价格战打得飞起，品牌升级叫好不叫座，导致无人愿意投入。你想做好产品，用好的原料，把工艺做到扎实，成本就上去了，价格就没有竞争力了。消费者嘴上说只要安全，贵一点也行，但真到下单的时候，还是会被低价正品所吸引。尤其是纸尿裤这种高频消耗品，一个月几百块，相差几十块钱，一年省下来那可不少啊。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，越卷越便宜，越便宜越偷工减料，越偷工减料就越容易出事，然后舆情爆发，最后全行业买单。说白了就是劣币驱逐良币。就拿纸尿裤这个行业来说，你知道卷到什么程度吗？说几个数据你就明白了。豪越护理号称纸尿裤第一股，去年营收37.56亿，同比涨了28%，但净利润呢跌了40%，增收不增利，说明什么？
说明大家天天在打价格战，卖得越多赚得越少。另一家上市公司百亚股份，纸尿裤业务收入去年直接降了31%，毛利润都跌到个位数了。头部都这样，那下面中小代工厂就更不用说了，内卷到了极致，肯定就有人开始动歪脑筋啊，用便宜劣质的发泡剂缩短挥发的工艺的时间，甚至往原料里掺回收料。这次爆料的人说得很直白，正规的卫生级热熔胶大概是1.8万到2.2万一吨，掺30%到40%的回收泡沫边角料，只要8500到1.1万，差了快一半的成本，你说诱人不诱人呢？最后咱说句实在的，对家长们来说，这事确实闹心，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了。甲硝胺不是什么急性剧毒的物质，不是说用了几包一定会怎么样了。真正警惕的是长期持续高剂量的接触。但更应该反思的是整个行业，为什么我们把卫星能送上天，能把高铁修到世界各地，却连一片让父母放心的纸尿裤都做不好？是技术不行吗？前面讲过了，显然不是啊。是标准不行吗？有这方面的原因，但也不是全部。说到底就是用心不用心的问题。你要是真把消费者当回事，还是只把他们当作韭菜来割？你是想争做100年的品牌，还是想赚点快捷就跑？这个问题比甲酰胺本身更值得我们回答。我是鲁克，欢迎关注碧海，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。